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感谢您正在收听《世界奇闻录》。记得看见过一本书，上面说，如果你绕着赛里木湖走3圈，并且心无杂念，你就可以穿越到另外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去。当然，这是一个传说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并没有湖泊，而是一片水草丰茂、鲜花盛开的草原。就在这肥美的草原上，有一位勤劳善良、美丽动人的哈萨克族牧羊姑娘，名字叫切旦。切旦和英俊彪悍的哈萨克牧马青年斯德克朝夕相处，互敬互助，在共同的劳动中建立起了真挚纯洁的爱情。有一天，一个外出游猎的魔王来到这里，看上了这片草原，也看上了年轻美丽的姑娘。他想把草原和姑娘占为己有。这对青年恋人为了逃出魔掌，便骑马向深山奔去。魔王派他的手下紧追不放。忽然，年轻的斯德克不幸中箭，落马身亡。姑娘抱着斯德克，痛哭不已。这时，魔王的手下们包围了他，他毫不畏惧，两眼闪着仇恨的怒火，拼命掀起一块硕大的石头，欲砸向魔王的手下。可是他刚刚掀起那石头，他就被抓住，拖在了马背上。他大声呼救，这喊声惊天动地，在草原上回荡往复。突然，就在他掀起石头的那块地方，喷出了一股冲天的水柱，那水柱很快汇成了滚滚奔腾的洪流，迅速淹没了惊慌逃逸的魔王和他的手下们。辽阔的草原从此变成了浩荡的大湖。这就是有关于新疆赛里木湖的传说。赛里木湖还有很多关于水怪的传说。2007年6月17日，正当新疆首届环赛里木湖自行车赛第3赛段发车前夕，在博乐市赛里木湖度假村前的湖面上，大约离岸100米处，突然一个庞大的东西在水中游动，长约10米左右。这一情景被许多人看到了。当时有记者也在场，见此情景，立即拿出相机拍了下来。只可惜相机的镜头是24到105毫米的，感觉不够清晰。当即决定换镜头，然而还没来得及换上，游动的不明水生物就消失在水下了。通过人眼观察，这个不明水生物掀起的浪花呈白色，水波纹较长，大约游动了50多米远。在《西域水道记》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。书中写道，湖中有一只大脚而多须的青羊，能兴风作浪。林则徐在《和歌继承》这一本书中也曾经提到过。他写道，赛里木湖四面环山，注山水汇聚泽，俗称海子。考前有记载，所谓赛里木诺尔是也，东西宽约10里，南北背之，波浪涌激，似洪泽湖，向无舟楫，亦无鱼尾之力。土人言中有神物，如青羊，见则语包。水不可饮，饮将手足疲软，亦血水性寒故耳。清代诗人萧雄在《塞拉木泊》中写道，赛里木湖海深不可测，无鱼虾，唯夜间时闻搏击吟吼声，非神物，必怪物也。
在当地牧民中一直流传着水怪兴风作浪的传说，一些牧民也能讲一些有关水怪的奇闻趣事。至于6月17日发现的不明水生物是不是水怪，谁也无法证实。但当时有人说，虽然像一条大鱼，但赛里木湖目前还没有发现长约10米的鱼。这水中的怪物究竟是什么？那就有待于科学家们做出结论了。科学家真的很忙，要到处给出结论。为了了解赛里木湖水怪目击事件的真相，电视栏目组走遍中国，前往赛里木湖区进行实地调查。沿天山山脉西行，海拔2000多米的赛里木湖就展现在眼前了。赛里木湖，蒙古语意为山脊梁上的湖，位于丝绸之路的北道，是新疆海拔最高、面积最大的高山冷水湖。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袁国应教授对国内的水怪现象颇有研究。栏目组找到他，希望他对北疆开发报发表的不明水生物照片的真伪做出甄别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提到赛里木湖水怪，袁国应教授找出了自己的著作《喀纳斯湖怪之谜》，其中竟然有关于赛里木湖水怪的记录。然而，袁国应教授只看到过有关赛里木湖水怪的相关史料记载，并没有见过实物。为了证实水怪目击事件的真伪，找到原版照片，经多方打探，栏目组找到了拍摄者胡维斌。胡维斌将原版照片放大，照片中的不明物体有3个较为清晰的黑色背脊露出水面，其中一个还反射着阳光，说明物体表面相对比较光滑。可是仅仅从这一张照片中很难推断出水下潜藏的黑影究竟是什么。赛里木湖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，由天山融化的积雪汇流而成，是高山冷水湖，湖水深不可测。据说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，湖里没有任何鱼类，是生命的禁区。此后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务师进行养鱼试验以后，引进了10几个品种的冷水鱼，但由于赛里木湖水温太低，鱼引进后不能繁殖。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，引进高白龟到赛里木湖，才有鱼类的生存。调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此时，袁国应教授对照片的甄别有了结果，他肯定了照片的真实性。可是从照片上看，不明水生物已经潜入水底，很难看出具体形象。以照片上的游船为参照物，可以看出水中的影像长度应在10米以上。然而，袁国应教授却对此表示了质疑。他提出假设，如果水底的影像是鱼群，从水面的波纹看上去，可能是由3、4条鱼连接组成了这样一条10多米长的影像。这样的话，每条鱼的长度应该在4、5米左右。赛里木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冷水鱼，如果有4、5米长的大鱼在湖里成群游动，就能够解释照片上巨大的影像。所谓的水怪可能只不过是一群在水下排列游动的大鱼造成的假象。而当地的渔民却说，现在湖里只有高白龟、凹木白龟和三文鱼这3种鱼。根据湖中已知鱼类的大小，显然不可能形成照片上那么巨大的影像和水波纹。2007年6月，赛里木湖不明水生物目击事件发生之后，当地水产部门请专家在湖区内进行了全面检测。考察过程中，专家没有发现任何大型水生物，
然而让专家们惊讶的是，调查数据中还显示出了与以往检测不同的重要信息。在往年的检测过程中，专家认定赛里木湖是个贫瘠性湖泊，营养成分不好，湖中心没有生物。而在这次的检测中，专家发现赛里木湖的湖水深度竟然超过了100米。湖中心还生存着少量的水生物和微生物。巨型水生物的生存需要充足的食物，这一次在湖心发现了水生物和微生物，就意味着有了未知生物在湖底生存的可能性，也使人们关于赛里木湖出现的不明水生物有了诸多的猜测。目前专家还没有找到证明赛里木湖中存在不明水生物的证据，赛里木湖水怪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赛里木湖因为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能够到达的地方，所以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古称静海。赛里木湖位于北天山山脉西段，准噶尔盆地西南端，地处西风的迎风坡，有来自大西洋的充足水汽，受地形抬升形成充沛降水，造就了这个淡水湖。而大西洋暖流想要进一步向内陆扩展的时候，被高大的山脉阻挡，越不过去了。Over。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拔最高、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，位于新疆博尔塔拉州博乐市境内，北天山山脉之中，紧邻伊犁霍城县，拥有环湖风光游览区域、草原游牧风情区域、生态景观保育区、天鹅及其他珍稀鸟类栖息地保护区、旅游综合服务区、原生态环境保护区6个功能区。赛里木湖省级旅游名胜景区，第5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。这里风光秀丽，湖面海拔2071米，东西长30公里，南北宽25公里，面积453平方公里，蓄水量达到210亿立方米，湖水清澈透底，透明度达12米。2018年4月入围神奇西北100